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间。最近 Queen Image Edit 的 Laura 真是火爆出圈，Twitter 上都在问 Queen Image Laura 大爆发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最近这些爆款的 Laura 的作者设计师大熊，他做的多角度啦、补光啦、白底图转场景等 Laura 正在高效的帮助设计师做日常的创作。更关键的是，这些 Laura 都是基于 Queen Image Edit 在 ModelScope 模搭社区训练和开源发布的，很多人都可以免费上手微调分享自己的模型。那么接下来，请大熊给我们揭秘，怎么样去构建高质量数据集，零成本的训练出实用又火爆的 Laura 模型。掌声欢迎大熊。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摩搭提供的这个训练平台，可以让大家免费的使用这么一个训练。这次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制作这些 LoRa 训练的这些数据集，还有这个思维方面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核心就是从变化到泛化。要制作一个高效的数据集，然后要避免那些训练产生的各种问题，有一些前置的一些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它的核心主要有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变化，第二个是数据集的制作思路，第3个是模型，它的泛化能力，你需要怎么去给它构建。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曲线分析和问题定位，这个应该是新手最常见、最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就分开来讲。第一个是变化，变化是训练的核心。就像我们著名的哲学家卡斯克曾经说过，改变就是好事。训练它不是记住，而是要让模型学习它的一个变化。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它是通过很多种一个强化，比方说我们比较火爆的那个转角度，也是我们经过那个选择不同的角度的图片，然后跟它那个提示词，比方说向右旋转，那我就有好几组的那种向右旋转的一个图片去强化它，让它去学习，而不是让它记住这一个图片有什么特征。如果是纯粹的记住，那个就是叫过拟合了。它除了这张图片，它就不认识其他的了。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让它记住这些变化，然后让它学习。你输入一张新的图片，它通过这个变化，然后输出给你一个想要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变化，就像我们这个示例图里面的这个方块是怎么变成的一个球体。它是一个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形状、光影还有颜色，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变化的一个核心，然后去强化它。我们在训练之前，也就是做数据集之前，我们在构思这一整个我们想要的功能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想好这3个问题。它训练的意义就是让模型去掌握一致可控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就是你想让模型帮你做什么事情，帮你把什么东西变成什么，但是它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核心是什么，然后它哪一些东西是变化的一个核心。这几个在制作数据集之前就必须要想清楚。好，我们继续来拆解一下，它都可以分为哪一些维度。我们一定要围绕这些维度去设计，比如说光影。就像之前发布的那几个比较火爆的那个光影，像去除光影或者是增加光影，都是在保持其他所有东西不变的情况下只变光影。你也可以改变其他的，像色彩呀、位置啊、背景啊、大小、形状、材质之类的。就像那个白底图转那个白模图转那个渲染，就是只改变了材质，其他的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需要先找到我们这一个要训练的 LoRa 它的核心，它需要哪一些东西去变。然后我们找到了这个变化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像这个白模转渲染的，就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让模型从什么变成什么，这个就是把白膜的变成带有材质渲染的这种效果。有什么不变的核心？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大小、光影什么都没有改变，就只有是材质改变了。所以它的变化的核心就是材质。这个我们在制作数据集的时候思路就非常的明确了。我们可以先找一些比如说真实的照片，然后通过可以找一些好用的一些模型或者提示词需要去尝试，然后将它反推出这种白膜的图片，然后让模型反向去学习怎么从白膜转变到这个有材质的。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就是让 P 的这种图片，可以看到左边这个车的光影是非常的驳杂，然后也很不真实，也没有这个地面的这个阴影。我们核心就是第一个是让什么变成什么，让这种 P 图的假的变成一个很真实融入环境的一个效果。然后有什么不变的核心？我们这一个核心就是背景，背景是永远不变的。然后有什么变化的特征？可以看到这个变化的特征主要是集中在车身跟地面的阴影跟反射。车身它包括有透视、光影跟反射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制作数据集的时候就可以找一个真实的这个照片，不管是车也好，还是说产品也好，真实的照片它的光影比较好，然后我们再反向的推，比如说先去掉我们需要强化它的这个你看我们变化的特征里面有2个嘛，一个是产品的透视、光影、反射，那我们先要把产品从这种很好很漂亮的照片变成一个相对糟糕的，然后我们让它学习怎么从糟糕的变成好的。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先去改变这个产品的一个外观。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让这个模型帮助我们将它从这个照片里面的场景变到森林的场景，它的那个反射啊颜色啊那些的都是非常的糟糕的，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车身的一个环境。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除掉它的地面的阴影跟反射，这个样子我们就得到左边这个照片，能够让它学习怎么从左边的这个反射和阴影变成右边的反射和阴影，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训练，从左边到右边就能让它很清楚的记得这个到底是怎么去做的。好，我们现在来可以稍微发散一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左边这个图片是由刚才我们说的是产品就是有变化的特征嘛，产品它是光影是很糟糕的，然后我们现在来切换到另一个，就是像现在它的左右的这个产品是不变的，它的光影、透视、角度都是不变的。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去训练的话，我们就可以来一一回答这3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你想让模型从什么变成什么，这个就很简单。它的核心是让这个左边这个图片在保持产品位置、角度、光影这些全部都不变的情况下，融入到这个背景中，就是给它增加这个反射和阴影。然后有什么不变的核心？不变的核心现在就是2个，背景和产品。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不变的核心只有一个背景，然后这里它是不变的核心，就是产品跟背景都是不变的。然后有什么变化的特征？它就是反射地面的一个镜面的一个反射跟这个阴影。好，我们看一下，就发散一下的话，就能够体会到同样的是一个这个车，同样的一个结果图。就比方说我们右边是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图片，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设计逻辑，你可以感受到它的一个差异。就是你在构建的时候，你要想好它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要变的，什么东西是不变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构建之前一定要想清楚的3个问题。这个对于你构建数据集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继续看一下
数据集的本质就是反复的一个强化。模型它学习是依赖的是重复，但是又不能同时让它去学的太多，要不然它会学乱。所以最好是每个功能拆开，就像右边一样的，我在重复大量的一个功能的时候，可以加一些小功能进去，这种不会影响到它模型的整体的能力。但是如果你加的太多，模型它就不知道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它不能学习到这种变化的一个规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在构建这个去除光影、去除光斑的这个 LoRa 的时候，我们构建数据集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要实现的目的是让左边这个光斑要去掉，成为右边的这种。然后我们现在有2种思路，第一种就是，我们拥有这个有光斑的照片，我们可以让模型去除，然后得到这么一组对比数据集，我们再去训练。但是由于目前的所有的大模型基本上都很难精准的去掉这个光斑，所以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采取的是第2种办法，就是用右边的这个照片，就是没有光影、很柔和的一个照片去给它添加光影，就是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的那个打光的一个数据集和提示词。我们可以根据那个提示词，比方说像左边这个，我们就可以给它说，是这种缝隙光，通过这个很强烈的阳光照在脸上，我们就可以反向得到一个左边的这种效果图。但是，由 AI 增加的光线相对来说比比你直接拍摄的这种照片质感上还是会差一些。所以，我训练的这个 LoRa 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帮我们从真实的照片得到一个柔和的这个数据集。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这个也是它脸上是有很强烈的这个光影，我们也可以通过 LoRa 或者是还是刚才说的2种办法，一种是通过 LoRa 直接去除掉它脸上的这种光斑，第2种就是反过来，我们先找到右边的这个图片，然后通过那个模型给它增加左边这种光影的效果，就可以做成一对数据集。好，这个也是，好，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几张图的一个规律，我们就能够找到它是有变化的。它里面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人物的这个面部是，我们想要的是从那个很强烈的光影上面变成很柔和的。可以看一下这3张图的一个规律。好，我们能够抓住这种规律的话，我们就很好的制作数据集。然后制作数据集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些很多维度的。我们来看一下，要避免模型的偏科。很多时候我们在比如说我们训练好之后，我们拿我们的一些训练的时候的那些照片去测试，感觉效果很好。但是稍微换一个角度，例如我们现在这种，它是一个正面的，然后我们训练好了之后，我们把它换成一个侧面的人，他有可能就不能够理解我们的这个想法，也不能够去除这个光影。所以我们在构建的时候，一定要避免样本不足导致的泛化能力不够。所以我们最开始就要想好，我们需要哪一些东西，然后他们一定是在同一个变化、同一个这个规律的情况下增加。就例如我们当时做的那个荣图的那个数据集，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有像鞋子、包包啊之类的，还有汽车，还有那些小家具家电之类的这些东西，也就是我把能够想到的一些可能涉及到他会用的这些东西都往里面加好了。然后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也要多去考虑，像多角度啊、多动作啊、多维度啊、多颜色啊、多材质啊、多品类、多光源。
然后我们可以结合像刚才这个，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它的光影一定要涵盖的尽量广，就比方说这种只有一半的光，还有正面的光，还有这种斑驳的树叶的这种光，还有包括侧面、背后的，还有人物旋转，旋转一些角度的啊，包括像一些特写人物的特写或者全身的，所以我们都需要考虑到，然后还要考虑到它的光源的方向，它是从上面打下来还是从下面，还是左右，也就是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模型的适用范围。如果你设计的时候就设计的非常的多，那我们最后使用的时候，它能够应用的范围就越广。就像我们制作多角度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动漫会使用，所以说在动漫他们测试的那个环境中，有效果，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就是相比起那个真实的照片来说，它会有一些的小的一些变形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尽量是在做之前要考虑好它大概能够应用到哪一些范围，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泛化的能力是什么。泛化就是它能够处理我没有见过的一些场景，但是它这个不是记忆，它这个不是说我能够记住你这一张图长的这个样子，然后我下一次遇到一模一样的就能给你弄，它不是，它是记住的是一个特征。泛化是我们训练的核心的一个能力，它必须要有一个泛化的很好的泛化能力，它才是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就像右边这个图能够大概看得出来，泛化这种意思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像我们训练的是树叶，但是树叶它是一个特征，它可以长成很多种形状，就像右边这种，它有非常多的形状，但它都是树叶，所以我们需要在树叶这一整个大类里面，要全部让这些都能够适用这个 LoRa， 它这个功能，它这个变化全部都能覆盖。我们看一下这个泛化能力的这个核心。像我们训练的这个熔图的，它的一个核心就是融合光影、纠正透视，还有产品视穿之类的，它是不限制任何类目的。因为它的核心就是纠正、融合光影、纠正透视和产品视穿。纠正透视我们在上下两个图都能够看得到，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透视纠正的一个效果。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找到的一个背景图，跟产品的透视不是特别接近的话，它也是能够帮我们修正。所以这个它是不限制类目的，它的一个泛化能力是很强的。然后就是一个融合光影，融合光影也是一个核心能力，它必须要识别到你背景中的一个光线，光源方向啊、强度啊，然后再针对性的把这个产品给你修改好。然后还有产品试穿，这里就没有展示。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就是多角度的一个LoRa， 它的核心能力是切换角度、切换特写、切换俯仰之类的，就是整个设计的核心就是围绕着摄像机的运动，也就是只要你有场景，不论有没有人，只要是一个场景，比如说户外啊、室内啊。或者山上啊，或者是动漫啊，它只要是在一个场景里面，然后模型它都能识别到这个空间信息，然后你可以操纵这个摄像头上下左右的一个移动、旋转之类的。所以，这个训练好了之后，它的泛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它是不限制任何的。当时做数据集的时候也没有特意的去针对那种动漫还有一些比如说登山啊之类的这种户外去做这种针对性的数据集，但是它是具有这种泛化能力的，你同样换一个去场景它也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容易遇到的问题，泛化失败的3个根源。模型只能泛化他们见过的变化，也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在制作数据集的时候，尽量要考虑到它很全的一个应用场景，比如说角度啊、颜色啊、光影啊、光源方向啊，各种就是包括类目啊、产品的类目，还有是否有模特啊之类的。就像那个熔图的时候是没有制作真人模特的，所以它在假如说我现在想放一个真人放在这个场景里面，它是不具备这个泛化能力的。这个就是当时考虑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有模特融入进去的一个情况，就导致它的泛化能力不足。我们主要就集中在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样本过少，第二个就是变化不足，第三个就是训练被噪声干扰。我们一个一个说。样本过少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你在考虑的时候，制作的时候你考虑不周，维度不够全面，就导致它换一个这种场景，不能够很好的去适应。第二个就是样本的变化不足，就像我们如果要制作一个那种熔图的一个数据集，你如果假如说只是放了汽车，那有可能你放一个，就是你训练出来之后，它有可能针对其他的类目就，效果就不好。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一些人制作他可能，特别喜欢，感觉这一个好像也不错，那一个图片也不错，这种尤其出现在精修的 LoRa 训练中，比如说，金属，黄金首饰之类的。他们在精修的时候就会找一些很多的一个样本，比如说还有玻璃啊什么的，实际上只要相同类目的这种东西，只需要出现1、2张就好了。它能够学习到它这种变化之后，它就有这个泛化能力了。这个就是你如果大量的堆砌那种重复的东西。它反而是，虽然说你东西样本很多，但是它的变化是不足的。就像你训练的全都是金属，那么它在玻璃上面表现就肯定是不好的。比如说我训练的车都是正面的角度，那我换一个侧面或者背面，它的效果一定是很差的。所以一个是要样本要足够，然后它的变化也要足够，而且变化不能就是重复的次数不能太多，有个几张就够了。就是相同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正面的，然后熔图，车的正面的熔图，那我们就视作是一种变化，然后侧面的，就是另一种，但这种不宜过多。第三个就是被噪声干扰，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会，他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想，他说，我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类目，然后他就会，想塞很多的功能进去，这种就非常容易产生这种噪声干扰。比方说，我要训练一个精修的，然后我同时又想让它，具备一个打光的一个能力，同时又想让它熔图，最好还想让它能够白底图变场景。当你这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数据集糅杂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你的噪声非常的多，它不能采集到一个很规律的一个降噪的一个变化，所以就会导致你的泛化能力非常的弱。好，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你既要想让它实现一个多样性，又想让它不要学乱。然后我们就需要在扩大场景的时候，还要保持变化的一致性。这个核心一定是变化，我们不能随意的往里面去加东西，加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扩大类目，就像如果制作熔图，我可以它的核心就是阴影和光影的一个融合到背景，所以它涉及到的类目可以非常的多，因为它的核心就是这2个点，一个是光影的一个变化，一个是融入背景，然后你也可以扩大
扩大这个背景的风格，比如说我可以在户外融合和或者室内，或者是那种摄影棚的那种场景，然后我们也可以考虑到更多的一个光源，就像我们做那个数据集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是不是让它从那个车身的反射，从森林的那种环境变成这种，就是让它学习从森林那种复杂的反射环境变成我们想要的照片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些你不论增加哪一些东西，它的核心就是一个变化的逻辑，必须是固定的，不能去乱加东西。然后你加也只能加一些合理的变化，比如说你要做产品的融合，你如果是考虑到人物的融合，你是要评估一下它是否合理，然后它的逻辑是否改变了，我们要分清楚这些。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损失曲线，损失曲线这个是我们在训练的后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刚才我们讲的前3点都是在训练的前中期，构建和设计这个数据集。好，在这里我们就已经开始训练了，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曲线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训练它的健康度。比如说它平缓的下降，这个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曲线。它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就说明它始终不能抓住一个规律，所以就导致它永远都学不准。这个就是数据集有问题。如果它不下降的话，就说明它根本学不会，太难了。我们就来挨个看一下。好，我们看左边这种，它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哪怕在17轮的时候，它的这个值也是在 0.06， 正常来说我们一般都是在 0.03 左右。哪怕是我们开始从第1轮、第2轮开始，我们的值一般都是在 0.3 几开始下降，然后一直降到 0.3 左右，这是比较合理的。像这个哪怕到了17轮，它也只在 0.061， 也就是它根本就学不会，它抓不住这个规律，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所以你这个就必须要重做数据集。然后你这数据集的过于繁杂，它找不到规律，你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第一步，先要找到它变化的核心是什么，然后再去重构这个数据集。然后第二个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值极低的情况，像我们刚才说了，它的值一般来说是在 0.03 左右，它这个值你可以看到它在11轮，哪怕是第1轮的时候也只有 0.02 几，然后到11轮的时候降到 0.01， 这个值是非常低的，是过拟合的一个值。这个就说明你的这个数据集里面出现了高度重复，或者是极度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你给它学习率太高了，或者是什么导致它学得太快了。然后这个过拟合就是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你如果给它你这一个训练的这个图片，它会给你跑得非常好，但是它缺乏了一个变化，它不会有那种随机性，它几乎跑出来每一次都接近你当时给它投喂的那个结果图。所以这就是这2个值高和低它的一个区别。我们看这个损失忽高忽低的情况，忽高忽低就是它始终不能抓住你这个想要的这个核心，它每一次都假如说它每一次3轮或者5轮它进行保存一次，学习一次，那它每次保存的时候像刚才我学到就是可能学到加法，然后下一轮我就要去学乘法的时候，然后他学好了之后，然后下一轮他又跳过了，他刚才忘记了或者怎么样，就是他会永远跳过那个最优解，就会导致这种忽高忽低的情况。这种基本上我们看到在第5轮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训练给它停了，然后还是要从最原始的那个数据集的问题开始去找。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右边这个就是不下降，就是它反复一直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它不怎么去下降，就说明你这个东西有可能是提示词，也有可能是你设计的变化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他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他学不会，每次都是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过拟合是什么。过拟合就是只记住你训练过的那个图片，它就不像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泛化。泛化是指它记住的某一种变化、某一种特征，你哪怕换一张图，它也知道这个特征，然后会给你去转变。但是过拟合不一样，过拟合它是真真正正的把你这个题背下来了，就像我们做数学题，它没有说掌握你这个核心的这个方程的解法，它直接把这个题给你背了。然后你下次出这个题，他就把答案告诉你，但是它也不会有变化。所以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我们输入那个训练的那个图片，让它每次都能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接近、几乎没怎么变化的一个结果。然后你如果想换一个新的一个图片进去，它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或者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个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原因，要么就是你的学习率太高了，要不然就是你的数据集太少了，或者你的重复的这个变化太少了，反正就是泛化能力没有得到提高，所以还是要再回到我们第一步，再去分析，分析完了之后再重新做数据集。然后我们看一下收敛速度，收敛速度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它收敛的快也不是一定就代表这个训练的很好，也有可能是模型它就陷入了一个它就套公式，我反正只要利用这个公式，我就能够很快的学会。但是你换一个，它不一定能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右边的这几个收敛过快的情况，它就是在很低的轮数，比如说在5轮的时候就已经下降到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点了。他就是学得太浅了，他没有学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一个变化，他只看到了表象。然后如果是右边这种就是收敛过慢，它一直是一个哪怕我们在很高的轮数，在20轮的时候，它都没有一个明显要放缓的一个趋势，就说明有很多种原因，一个是你的数据量，有可能你的数据量非常非常的庞大。正常我们就是训练50张左右就够了，有可能你训练了100张，它的数据量非常大，它就导致下降非常的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你的学习率太低了，他每一次只学一点点，然后他就能够就是这种不能学得很快，然后就是一个噪声的干扰，有可能你这个数据集里面包含的东西有点杂，它不能准确的就是精准的掌握到那个变化的规律。然后我们最完美的就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这种曲线，然后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比如说15轮、20轮左右，我们就开始收敛。收敛了之后，后面还需不需要训练，就可以看一下测试的结果。好，我们就看一下学习率。学习率也是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收敛速度过快跟过慢，这个都是有正相关的。比方说我们现在非常确定我们的数据集没有问题，然后它收敛的过快的话，我们就考虑可以通过降低学习率的这种办法去继续去训练。然后像收敛过慢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考虑我们不去动数据集，就直接拉高它的一个学习率。好，我们看一下它的默认值是1=4，就是10的负4次方，也就是小数点后4位1。然后同样的，我们可以推理3=5，就是小数点后5位，然后最后一位是3。然后我们正常用的就是1=4，然后其他的你也可以去调，也可以针对性的去调。它是最后这一位是小数点后的位数，也就是它越小的话，你的这个学习率就越大。然后我们正常的学习率就是0.00043个0一个1，然后
我们就可以结合这个去调我们的这个学习率，这样子就可以省得我们再反复的去验证我们的数据集是否有问题。这个也是一个相对后期比较取巧的一个办法。不过最后还是要看你的一个训练的效果。如果还是不能够通过学习率解决的话，大概率还是在你的变化设计跟数据集的构建有非常大的问题。好，我们看一下，学习率太大的话，它就会来回震荡，忽高忽低，然后表现就是非常高的轮数它都不会收敛，它一直在乱跳。它就是因为每一次更新它都学习率太高，它都跳过了这个每一次学习的最佳的一个点。然后太小的话，就是它每一次就只会走路就只走一点点。然后我们的训练轮数是有限的，如果是太微弱的话，我们哪怕是到25轮的时候，它也不一定能够学会。所以这个都是要我们结合我们的经验和你的数据集还有你的曲线一起去看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明确我们的变化，我们的核心变化是什么？我们是要构建它的一个什么东西变了，什么东西没有变，然后什么东西刚才那3个要点可以再去翻一下。然后就是要制作这个数据集，然后我们基于刚才说的变化，然后我们去制作这个对应的这个数据集，然后就是要扩宽它的泛化边界，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数据集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的一个泛化能力，我到底是希望它在某一个地方专精，还是说我让它更宽广一点，考虑增加更多的类目，更多的一些数据进去，最后就是用我们的曲线去分析我们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要怎么去调整。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下面我们可以进入这个问答环节。Hello，非常感谢大熊老师的分享。然后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非常的热闹，然后有挺多人都问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就慢慢的来聊这些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大熊老师，像鞋子啊、衣服啊、皮肤啊这种纹理，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像电商这种场景，能够通过训练 LoRa 来实现吗？这种纹理类的按理说是可以通过这个 LoRa 去实现，但是我经过测试了之后，它在处理一些比如说网状类的东西和那种就是一个图片相对它这个图案占的比例过小的情况下，它在模型处理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网状的或者是不规则的一个斑块。所以目前的效果不是特别好，但是后面的话，如果大家很关注这一块，我可以考虑再训练一个，因为现在是只有单图训练嘛，单图训练它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后面会考虑，比如说我们输入2张图或者是3张图作为一个参考。假如说我们图1是一个大图里面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小标签。然后我们图2是把这个标签，给它放大了，然后很清晰的展示，一个文字。然后我们看以图2做参考，图1会不会，能够很好的一个降噪？这个只有测试，目前是不知道的。但是，还是期待下一次这个模型的更新能够，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吧。对，就是提到了那个下一次模型的更新，然后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有听说，像 Quinn Image Edit，可能最近会出，就是本月也会有一些更新，因为都说是月更嘛。那个大熊老师对 Quinn Image Edit 下一个版本有什么期待吗？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大家一直说过的像素偏移的问题，这个是必须要去解决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比较
大家比较关心，但是目前来看大概率不可能实现的就是那个分辨率的问题。分辨率限于这个模型的算力，大概率不可能提升的很快，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官方能够有一个比如说像我们可以分块进行处理，最后再合并之类的这种方案嘛。可以考虑下一个版本会有这种官方集成的这种方案嘛。好的好的，就是下一个就也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像素偏移的问题在下一个版本我们会解决掉，而且更加高分辨率的图像应该也可以去生成。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老师想问一下，如果是在本地去微调困的模型，因为看到还比较多是在 ModelScope 上微调，如果本地去微调困的模型，老师本地的这个显卡有推荐吗？需要多大的显存？本地的话，像 Context 的话，就是对那个显存的要求就非常低，但是千问非常非常的厉害，它直接把5090都吃满了，所以我根据自己的测试，基本上是5090我都必须要卸载20%的一个显存，如果不卸载的话，就只能跑那个3比特的训练。所以本地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而且现在的话，本地的那个训练的 bug 太多了，我都还在等官方修复这种 bug， 所以不是特别好的选择，还是更推荐大家使用摩搭去在线训练。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想问一下，针对于某一个场景的 LoRa 数据集的数据量，怎么才能确定下来呢？和参数量有关系，还是跟场景有关系呢？得看你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个，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功能？可以详细说一下吗？就是可能用户就是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多角度啊，然后或者说白底图啊，或者说融合呀，然后或者说刚出来的这个光线的变换的这样的一个重新打光的这样的一些数据，这样的一些 LoRa 训练，对于数据集的数量的要求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数量我们推荐一般都是在50对左右，然后它在你也可以多一点，但是不是很推荐少一点，因为少一点它的泛化能力很弱。然后我们在构建的时候，尽量是先保证我能够想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有一张，然后假如说我能够想到的已经凑了30多张了，我实在想不到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多加一些可能相似但是又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我这个同样是车，然后我这个是假如说是在森林里面，我下一个可能是在湖泊旁边，它哪怕是同一个角度，我也可以，因为它有那个镜面的一个反射嘛，它这个环境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在构建的时候，你哪怕是差不太多的，也可以尽量就是同一个角度或者同一个功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能不能换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光影啊、位置啊、背景啊之类的，就尽量去丰富。我们反正尽量保证是在50张左右，不要太少。好的，收到。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直播间的小伙伴问说，在数据集打标的时候，比如说针对于人物场景打标要更加仔细一点好，还是打标的简单一点好呢？经过我的测试，这个编辑模型它跟以前的那个图像模型不一样。我们图像模型的时候，其实对打标的要求也比较高嘛。我们也可以看到摩达有那个推出那个自动打标的那个功能，你可以点击它就能够自动打标。那个在图片的时代是比较好用的，因为它是这种，就是假如说在图片时代，我是训练一个画风，比如说像我训练宫崎骏，然后我就可以，就是我希望，我拍了一个什么自行车啊什么的，但是宫崎骏本身没有画过这个自行车，但是它是代表一种画风，然后我就能够通过这个触发词，比如说宫崎骏这个触发词，然后后面带一大堆的，比如说
这个场景描述，什么夕阳、自行车啊，什么怎么样，然后它是通过这个前面这个触发词，然后加上你后面的这个一大堆的场景描述，然后去生成这个噪点，然后再进行降噪，它就会往那个画风的那个方向去降。但是我们编辑模型就完全不一样的思路，编辑模型它的核心，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核心永远是变化，也就是说，你最好是尽量的简洁，一句话就能够描述清楚你到底做了什么改变。比如说我一句话说，你把图中的这个杯子变成桌子，或者杯子变成篮球，就是你要能够一句话能够描述清楚，不要说太多。它的核心点永远是描述清楚你这个变化是什么，所以不需要太长，最好是一句话。好的，然后那个还有人问说，LoRa 微调 PI 0.5有1/4的数据集的相机的高度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会有很大的影响吗？就是双臂提供全局视角的那个相机。你说那个旋转那个相机的那个 LoRa 吗？对，问就是那个说，是因为，对，那个是因为当时找数据的时候，你知道这种数据非常难找嘛？啊，对，你要同时要保证，比如说我有左右移动，然后还要保证它能够有旋转，然后能够匹配到你指定的那个角度，当时是相对比较难找的，所以说它有一些角度不是很可控，加上提示词可能也发散的比较厉害，因为当时我们是训练了2次，第一次我们是构建的是我们的提示词这样设计的，比如说向右旋啊，不是我们是逆时针，就是用顺时针逆时针的概念嘛，我们逆时针旋转20度，或者顺时针旋转多少度，后面发现它完全不听使唤，它好像不知道逆时针是什么东西，我们后面就简化了一下，就简化成上下左右嘛，比如上下左右移动，上下左右旋转这个样子，所以当时构建的时候不是也是一个尝试嘛。如果是大家对这个特别有需求的话，有可能会考虑，再增加一些数据集，然后，丰富一下，比如说像卡通啊那些的，都可以考虑一下要，后面再训练一次，更新一个版本吧。了解。然后就因为提到了刚刚说我们训练的时候数据集的这个图片其实也不好找嘛，那又有同学问了说，如果图片的数量不太够的话，可以用 AI 去生成一些类似风格的图片，再用这些图片来训练，效果上会有一些影响吗？会打折扣吗？事实上，我现在都是用 AI 做的这个数据集。比方说，我之前发过一个那个视频，里面讲过我是怎么样去制作那些数据集的。比如说那个白膜上材质的，也是直接用 AI 去反推的这个白膜图片。然后像这个融合就非常适合用 AI 做，因为我不在乎它产品是否有变化，我就是要让它增加一些很斑驳的一些反射的那些变化，然后让它学习怎么从差的变成好的。所以，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假如说人像，反正我测试下来人像的话，尽量不要用 AI 的那个数据集。我训练的这个去光斑的这个 LoRa 也是为了训练这个人像，作为一个工具 LoRa 用，因为你如果是拿真实的照片，它的那个光影，比如说打在人的脸上，它有一些那些很微妙的一些反射啊，然后包括人的那个皮肤的一个质感都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是用AI 打的光，它其实很多东西都会有损失，所以我们还是更推荐大家就使用像这种去光影的这种，尽量就是我们的目标图还是以照片为主，就是让它能够学习到我们照片中的好的东西，而不是通过找一张没有这种光影的，我们用 AI 给它打个光，然后拿这个打光的图片作为这个目标图的话，训练出来多少还是会有一点 AI 的味道。了解。就是这样。
对，就是说到图片的质量，大家都了解会比较重要。然后就是有用户也希望说，想了解说，无意中混入了非常少的几张风格迥异或者质量比较差的照片，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吗？我理解会，对吗？嗯呃，不一定会有影响，它嗯反正还是我们要看那个损失的曲线去嗯看它到底有没有波动。如果它嗯没有很大的波动的话，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它学习的是一个就是你输入进去的照片，它也是会转变成噪声，所以你哪怕特别模糊，其实在 AI 的眼里也不是特别的糟糕。哦，了解。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损失曲线，然后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观众看到了说，我们刚刚在 PPT 里面，我们是以这个20轮，然后去看这个 loss 曲线下降是不是完美的。那大家想问一下，一般正常情况下，大熊是以多少轮作为一个标准，然后来去观察这个 loss 曲线的这个下降是否满足期望？我一般都是训练2次，一般都是在15轮左右，嗯也就是你在就是它有一个前中后期，如果前期一般都是在第5轮之前，你就能看到它是否有异常的波动。如果像我们之前展示的那种，反复横跳的那种，就直接可以停了。如果你前期看着是没有太大问题，它是一个平缓下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第10轮或者第15轮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一个收敛。如果假如说它表现的收敛的特别快，第5轮或者第10轮就收敛了的话，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数据量是有点少。但是你也可以测试，因为它没有异常的波动，它有可能模型觉得你这个功能非常的简单，它有可能学得很快。如果是你可能这个功能特别复杂的话，稍微晚一点收敛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它可以在20轮或者是再后面一点点收敛都是可以的。了解。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播间有一个小伙伴，他遇到一个问题，说，用 Quinn Image Editor 的时候，loss 值呈现了几轮快速下降之后，然后就开始回升，然后想问一下原因是什么？他尝试了不同的训练集和参数，然后但是他也发现了说，即使使用 loss 值回升的模型，结果最后效果还不错。他就想问一下，大雄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非常多，它上升了，然后再下降，不是说代表它不能用，是代表它的泛化能力特别特别弱。就是比如说我换一个图片，或者是我哪怕就用这张图跑，它每一次出的结果都是大差不差，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哪怕比如说我跟他说，哎，你把这个背景换成，假如说换成客厅，换成什么，或者你再详细一点，换成一个什么圣诞客厅，它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就说明它是，练废了。对。了解。然后那个有一个用户在问说，其实他是那个大熊的白底转场景的这样的一个 LoRa 的使用用户，他说他使用的过程中有太多的相似背景，这个未来有可能会去做一些优化吗？这个就是我应该是练过的，第一个Queen8的一个模型，就是这个白底转那个的。当时也是由于那个数据集的构建比较少，种类也比较少，然后它出现的这种，比如说我在描述的时候只用了一个提示词，可以看到我当时的那个教程里面也说过，它就只有一个提示词，然后你改的时候也能改的也非常非常的少，然后这里就需要我们说到刚才说到的打标的那个问题。打标不是绝对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融合它就只有一种变化，就是你纠正它的一个光影和那个阴影。好，所以它的提示词是非常非常固定的，你可以固定，然后几十张图都用这一个提示词。但是白底图转背景这个就不一样，白底图转背景它就涉及到一来是类目非常多，二来是它的背景描述特别多。然后我们就需要构建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假如说，
是不是这个产品是将这个产品，或者你可以给他说清楚，指定清楚，比如说这个电饭锅放在厨房场景，然后下一个我把这个电饭锅放在这个客厅场景，然后你就可以多给他指定一些，他就大概能够知道，你说以后假如说我放了一个篮球进去，你跟他说，我就想放在篮球场，他能够理解这个前后的逻辑关系，就还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变化，你得让他理解到这个核心，你要让他在变化的同时具有泛化能力，你就需要把他让他能够明白清楚更多的这些就像这个场景描述啊这些东西，就是让他能够明白，所以构建的时候也是比较灵活的。了解。然后就是还是回到那个数据集的那个问题，就是问上传的数据集的宽高比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我有几张是1:1的，也有几张是3:4的，这样可以吗？我没有进行过那种很多遍的那种数据集的训练，我全部是做的1:1的。如果是你都有3:4的话，尽量还是建议都保持同一个。然后本地训练的那个，它是有一个选项是可以让它去匹配你的那个宽高比，但是我也没有试验过，所以我训练的都是1:1的。哦，了解。然后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也提到了说，其实在本地尝试过，做一些量化，然后就是用量化的方式去做训练。然后也有这个小伙伴问说，如果在训练的时候进行量化的话，有没有比较好的策略能解决掉量化造成的精度损失吗？然后因为还是担心这种训练出来的效果不太好。一般都是用的 float 8嘛，8 比特。然后如果是你的那个硬件实在不够，你可以降低到3 比特。但是正常情况下，我还是比较推荐8 比特。然后你可以把那个显存卸载一部分在内存里面，它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反正但是它那个3 比特的有一个是那个语义还原的那个功能，所以它的效果其实是很接近8 比特的，所以影响也不是很大。官方给的那个教程也是使用的3 比特的语义还原。了解。然后就是今天看到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困 Edit 的一个训练。然后有小伙伴问有没有把 Edit 当成一个纹身图的这样的一个 LoRa 去训练，然后直接不做 Edit 场景，做纹身图。想问一下大雄尝试过吗？觉得效果怎么样？它是一个编辑模型，所以你如果什么都不输入的话，你想让它直接纹身图，我的建议还是你最好直接用图片模型，因为它针对的点不一样，你的模型的侧重点不一样的话，它有可能画出来，哪怕能画出来，它的噪点也绝对是比那个图像模型要多的，同样的算力的情况下，所以还是不怎么推荐这么玩。了解了解。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群里面问的问题，说有没有大雄老师有用困 Image Edit 做过虚拟试衣的场景吗？觉得它合适吗？这个我没有试过，但是之前做那个融合的时候，其实做那个视频里面展示的效果是有虚拟试穿的，而且千问本身是自带虚拟试穿的功能的，你可以输入一张模特的图片，然后图2输入一张那个衣服的，然后你提示词就说，图1的模特让图1的模特穿上图2的衣服，它就能很好的识别。但是它有一些小问题，不算很大。就比方说我身上穿的是卫衣，卫衣它不是胸口有那个一个大的一个口袋嘛，肚子上。然后你如果是想给它换一件白色衬衫，那衬衫是没有口袋的。你通过那个模型自带的能力，它大概率是给你加上一个口袋的，所以这个是相对比较
有一点痛点的，但是也有办法解决。我的办法是，你可以先把他的卫衣，就是你只输入一张他穿这个卫衣的图片，然后你跟他说，哎，你把我这个衣服换成白色 T 恤，就是去掉他这种特征嘛。然后他会给你换成白色 T 恤之后，然后你再拿这张图再去换另一个衣服，它就不会有那种干扰问题。但是如果是大家很想要这个的话，我也会考虑去训练一下。但是这个就涉及到要多图训练，就目前模单还没有出嘛，所以说可能计划还是要相对延后一点。了解了解，那个多图，反正我们最近也会在做一些那个，就是应该会在这个月很快1-2周的时间里面会上线。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说是想调一个 LoRa，然后主要是想提升我这个生图的画质的话。然后不知道大熊老师这边有没有测试过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是专门提升画质的 LoRa。哎，这个不是前2天才发了一个 Scan 的那个 LoRa 吗？就是提升那个，对，我看过它的一个测试，是不是？我看过它的一个测试，它是增加那个噪声。其实在 Flex 的时代就已经有一个注入噪声在那个浅空间。注入噪声的一个这个节点，然后通过降噪再给它还原出来。它可以比如说在你可以选择它在第几步开始到第几步结束注入噪声，然后它的降噪步数是多少，它就能够把一个相对比较油的一个脸上注入一些颗粒感嘛。那个之前也是有用过的，但是我没有测试它是否针对这个千问能够好用。这种它那个模型训练出来好像是只针对人的皮肤，也就是说皮肤能行的话，其他东西也能行。但是不知道大家更感兴趣的是哪一些类目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它这个功能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才发布不久几天一个那个皮肤增强质感的一个，好的，可以去试用一下。好的，没问题。然后我看看，应该差不多那个就是差不多快结束了。然后我们最后再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会选择Qwen Image Editor 作为底模呢？然后从设计师的角度或者创作者的角度，会觉得这个模型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这个是经过测试的嘛。我最开始发视频也是在给大家分享那个 Context 的 LoRa 嘛。后面我使用相同的数据集训练了这个千问的，发现它的效果，尤其是在泛化能力上，因为它这个模型它是在把这个图片转换成噪声的时候，它要去认识这个噪声大概是什么东西。比如说你这个是一个沙发还是什么，它要先认识你才能改变。然后千问最强的是它具备的是一个视觉模型嘛，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它是一个视觉模型。然后整体是非常非常强的，它能够认识很多很多的一个图片，然后就导致它的泛化能力特别强。就像那个白底图转场景的那个，其实我很多产品都没有训练，它的类目很少的。但是你换一个产品进去，你大概跟他说一下，他就能够给你还原出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的，比那个 Context 要好很多的，所以就是主要还是取决于模型的能力非常非常强，所以我就一直使用这个。好的，然后刚刚还有很多人在留言说，我从哪边可以看到大熊老师的 B 站啦、小红书啦？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播间的屏幕上也会有大熊老师的 B 站账号和小红书账号，大家记得一键3连，记得关注一下。然后其他我们这边今天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了。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去大熊老师的账号下面跟大熊老师去做互动。
动留言，然后也欢迎在困 Image 的一些群里面和我们一起互动，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大熊老师更多的作品，然后以及期待困 Image Edit 的新模型，然后很快也会发布。好，谢谢大家，谢谢摩大，谢谢。